各位牧者平安，我今天还想跟各位谈一下我们与神的交流和互动。神是一位活的神，在我服侍神越久，我就越确信旧约所启示出来的那一位神，他跟亚伯拉罕的互动，他跑去跟大卫说话感动，他向先知启示他的话，这些都不是故事，也不是人讲的，是真的是这样一位神。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就发现耶稣和他的门徒有互动，他和他的门徒说话，怪不得约翰说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这一位神他和人之间有互动。当然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当然门徒他们所见到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但我今天的重点是，他会和门徒说话，他请门徒上船，他叫门徒做这件事，他带门徒登山变像，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仅如此，在圣灵降临了以后，圣灵在门徒当中有工作，他引导门徒，甚至圣灵向保罗启示光照，这些都是神和人的互动。我上一次有提到，神和人的互动是有模式的，可能神跟这个人的互动比较用这种方式，神跟那个人互动是用那种方式。我后来觉得这跟我们这个人的特质有关，有的人是思想性的，有的人是话语性的，有的人很喜欢别人接触他。因为这个缘故，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在旧约说，诗人说神保抱我，或者说神向我说，或者我听见，或者我看见，类似这样子的，我觉得是神和人互动的不同模式。因为这个缘故，和圣灵对话其实是可以学习的。我们要慢慢养成和圣灵互动，和神来往。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做牧者的，我们不要限制弟兄姐妹以外，我们个人要找到我们跟神比较好的互动模式。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们没有把天线打开，所以我们不能接收；我们没有把 WiFi 启动，所以即使空中里面充满了要传输的资料，我们也接收不到。我们跟神的互动其实可以很明显，当我们学习跟圣灵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我们习惯的模式。我这几年真的发现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我自己常常在祷告当中，神感动我，当然我就再三要确认神的感动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我需要找印证，有的时候那种清楚是连印证都不需要，我确定神告诉我这件事情了。我的背景其实并不支持我有这样子好像比较有灵恩现象的思考模式以及行为，但是我必须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神是活的神，他会这样跟我们互动。当神和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他要做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我觉得需要学习，慢慢的养成我们的习惯，说我向神说，其实简单讲，它就是个祷告嘛，它就是个祷告。可是那个祷告并不像我们口中的念念有词，但心不在焉。那个祷告是我真的对准了一位神，然后我跟他说，最后我们跟神的交流或互动会变成一个常态。而如果你要跟神交流互动变成这样的常态，我觉得需要有意识的
训练，我们需要有意识的训练，好叫我们跟神的互动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流畅。